俄军取得半年来首个重大胜利，却意外地暴露了一个问题：俄军的正规军到底去哪儿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普京用格拉西莫夫换下了苏罗维金的同时，俄罗斯军队罕见地宣布取得了自2022年7月以来的首个重大胜利。瓦格纳私人军事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宣布，已经解放了索列达尔，消灭了500名乌军。索列达尔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盐矿为整个乌克兰供应了约90%的盐，其地下隧道的长度达到了200公里左右。原本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镇，一旦俄军控制了这里，就能切断巴赫穆特和谢维尔斯克之间的直接补给线，并且能够从北侧包围巴赫穆特。所以俄军拿下索列达尔，当然算是7月份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俄罗斯有专家声称，当俄军最终控制谢维尔斯克、索列达尔、巴赫穆特这条防线的重要桥头堡时，未来就可以从这里出发攻击哈尔科夫等重要城市，成为俄军发起大反攻的前奏。不过，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军的特种部队和炮兵相互配合，正在对索列达尔地区的俄军发起反攻。还有消息称，俄军的进攻行动遭到了乌军弹道导弹的打击，损失惨重。虽然对前线战况的认定还存在着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俄军在最近7个月以来终于获得了一次不俗的战果。但是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从巴赫穆特到索列达尔，现在俄军所有能拿得出手的战绩似乎都与俄罗斯的正规军无关，主要是雇佣军瓦格纳军事集团的成绩。这就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俄罗斯强大的正规军去哪儿了？从最近几个月的战况来看，俄罗斯正规军的主要作战区域在赫尔松。苏罗维金将军从第聂伯河东岸成功的组织撤退行动以后，俄军的合同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恐怕就是在顿巴斯地区建立苏罗维金防线了，即利用堑壕进行防守。因此，几个月来都没有看到俄罗斯陆军的王牌部队呈建制的发起主动进攻了。专注于守住防线，恐怕才是俄军正规部队当前面临的局面。俄罗斯正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何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情况呢？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原因。从普京用格拉西莫夫换下苏罗维金就能看出来，他对俄军的表现不满意，而瓦格纳的表现却很扎眼。但要明白，瓦格纳雇佣军是靠战绩拿钱的，所以这些雇佣兵有时候比正规军更主动，也知道为何而战。有人总是笑话瓦格纳的进攻是表演，就像上班一样，早上推进一点，下午再退回来。所以巴赫穆特打了好几个月也没什么进展。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俄罗斯正规军的表现，谁还敢说雇佣兵是在混日子？瓦格纳没有强大的坦克装甲集群，甚至没有多少空地火力支援，仍然能与乌克兰军队打个平手，甚至还占据了上风。不是瓦格纳有多强，而是乌克兰军队本来就比较菜。如果这么比较一下的话，俄罗斯正规军的行动就显得过于保守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瓦格纳雇佣军有多少伤亡，对普京而言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俄罗斯正规军的任何伤亡都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雇佣兵有一个好处，就是打仗为了挣钱。瓦格纳每个士兵拿到的薪水可能是俄罗斯合同兵的好几倍，所以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和牺牲。如果仗打得好，他们拿到的钱就更多。然而，要是俄罗斯的正规军的军人阵亡了，对俄罗斯社会而言就是一个冲击，这对于普京的支持率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俄罗斯军队的义务兵现在不上乌克兰战场，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充分证明现在的俄军对正规军人的伤亡问题仍然非常敏感。而如果正规军专注于防守，那么伤亡率就会大幅度降低。因为进攻比防守伤亡率高是普遍的规律，就算打得差，也会拿到自己该有的薪水，因此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拼命。不过话又说回来，雇佣兵虽然好用，
但一直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俄罗斯正规军的战斗力了。俄罗斯军队近几个月来的亮点，基本上都是由瓦格纳打出来的，这真的是好事吗？从中似乎可以看出，普京不断更换俄军特种行动总指挥的原因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